大家好，我是海岩。2008年，奥地利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奥地利地牢乱伦案。奥地利的一位父亲将刚满18岁的亲生女儿当成性奴，囚禁在地下室里整整24年。他几乎每晚都会到地牢里面折磨他的女儿。24年里面，这个禽兽父亲实施的强奸次数多达3000次，让他的女儿不断怀孕，并且生下了7个孩子。囚禁女儿的地牢就是他自家的地下室改造的。封锁地牢的大门是一个300公斤重的重型混凝土大门，并且安装了电子密码锁。地牢的四周还做了非常严格的隔音措施，很难想象这位可怜的女儿是如何在这么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度过了24年。而且这位女儿的母亲24年里面一直和失踪的女儿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案件发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叫阿姆斯特腾的小镇上，父亲叫做约瑟夫，母亲叫罗斯玛丽，一共养育了2个儿子和5个女儿。受害者是其中的一个女儿，是最小的这个女儿，叫做伊丽莎白。母亲在伊丽莎白10岁左右的时候就与父亲约瑟夫开始了长期分居。父亲约瑟夫在伊丽莎白11岁左右就开始对她进行虐待和性侵。不堪忍受父亲长期的骚扰，伊丽莎白曾经试图离家出走，但3个星期之后被警方发现，并且送回了父亲的身边。伊丽莎白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打算和男友私奔结婚。在一次和男友约会的时候，被父亲约瑟夫强迫带回家，从此男友再也没有见过伊丽莎白。1984年8月28日，在伊丽莎白18岁的时候，约瑟夫叫他到地下室和父亲一起搬一扇门，并且帮忙一起将门安装上。在大门装好之后，就在伊丽莎白背对着约瑟夫准备离开的时候，约瑟夫立刻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浸满乙醚液体的毛巾，捂住了伊丽莎白的口鼻，直到她失去知觉，用手铐锁着，再将她拖进了藏在一个货架后面的密室里面。约瑟夫的这栋房子分为上2层，地下1层，总共一共3层。房子和左邻右舍无缝连接，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水泥房，非常的坚固。而约瑟夫早在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改造地下室，并且准备将地下室改装成地牢。外国的房子，尤其是地下室，如果想要扩建或者装修什么的，都要到相关的部门去申请批准，只有批准之后才能动工。而且完工之后相关部门还要来验收。如果不去申请，自己偷偷改造的话，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改造的话需要水泥、石子、钢筋等等原材料，邻居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约瑟夫呢就比较聪明，他真的去申请了地下室的扩建，但只申请了合法的部分，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偷偷的建造了囚禁的密室。而且这个密室门非常的隐蔽，验收的时候专业的验房者都没有发现这个密室。密室的高度只有1.6米，个子高一些的人都不能站直身体。密室的大门很矮，只有1米高，宽度呢也只有60厘米，非常的隐蔽，是在橱柜的后面，需要移动这个橱柜之后才能看到这扇门。这扇门是由钢板加固、混凝土浇筑而成，重达300公斤，并且呢安装了密码锁，而这个密码只有约瑟夫自己知道。这扇门的后面是一条5米长的非常狭窄的走道，走道尽头连接着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餐厅和洗漱区。可以看到房间是很拥挤，但是浴缸、马桶、冰箱、热水器等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这个房间呢再往前又是一个狭窄的走道，这个走道连接着2间卧室，每间卧室里面有1张床，其中一个卧室里面还有1台电视机和1台收音机。而整个密室的面积呢加起来大约是55平方米，差不多是现在我们的一居室的大小。密室没有窗户，由于不透光也不透风，加上空气潮湿阴冷，整个环境非常的拥挤压抑，也容易滋生细菌。很难想象伊丽莎白和她的孩子们是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存了24年。当伊丽莎白醒来的时候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窄阴暗的密室里面，任凭她如何呼救、拍打墙壁，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因为约瑟夫已经将整个地牢做了充足的隔音措施，而且这栋房子地上有2层，母亲和其他孩子住在2层，是无法听到地下的声音的。1楼出租给了租客，租客呢曾经也向约瑟夫反映过，晚上后偶尔会听见一些声音，约瑟夫解释说是燃气供暖设备的声音，而租客呢也是不固定的，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直在更换。
就这样，伊丽莎白就被禁锢了24年，也没有人发现她。就在伊丽莎白被锁进地下室的第2天，她的母亲就因为找不到她，向警方报警了。随后，警察立案展开了调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伊丽莎白失踪后1个月，母亲收到了一封信，是手写的信。这封信是伊丽莎白写的，信中说，伊丽莎白已经不想和家人住在一起，并且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她警告家人不要去找她，否则她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当然，这封信是约瑟夫逼迫伊丽莎白写的，而母亲呢却信以为真。伊丽莎白失踪的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约瑟夫除了每天到地下室收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就是对伊丽莎白进行性侵。如果她反抗的话，就会受到虐待和毒打。在她被囚禁2年后，伊丽莎白发现自己怀有了她父亲的孩子，但在怀孕10周之后流产了。1988年8月，她再次怀孕。约瑟夫并没有打算将伊丽莎白送到医院去，也没有为她提供适当的医疗用品，而是给了她一本破旧的60年代的分娩书、一把剪刀、一瓶消毒剂和毛巾，让她自己接生，任由她自生自灭。很难想象伊丽莎白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在24年里面，伊丽莎白总共生下了7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但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生下之后不久就夭折了，于是被约瑟夫拿到壁炉里烧掉了。剩下的6名幸存的孩子当中，有3名孩子出生不久就被约瑟夫带出了密室，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假装是伊丽莎白遗弃的。放婴儿的盒子里面呢，还有伊丽莎白亲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姓名和生日。约瑟夫和妻子便以外公和外婆的身份收养了这3个孩子。由于之前大家都知道伊丽莎白加入了邪教组织，而加入邪教的人养不起孩子就把孩子扔给父母的事情呢，在当地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警方也没有太在意。这3个孩子一直以为约瑟夫是他们的外公，是妈妈抛弃了他们。但相比较另外的3个孩子，他们3个还是幸运的，因为地下室的那3名孩子从出生之后就没有见过太阳，没有见过星星月亮。而伊丽莎白之所以能够在地下室里坚持24年，也是为了她的孩子。她在地下室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跳舞、唱歌，尽她的努力想让孩子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她从未跟孩子提过约瑟夫和她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孩子的面前一直维持着约瑟夫好的形象。从房间里贴满的卡通贴纸可以看出，伊丽莎白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面给孩子提供了足够的爱。约瑟夫这个禽兽父亲也会带来一些玩具给孩子们玩。他知道人如果长期不晒太阳会缺乏维生素 D， 于是呢，他也带了很多的补充剂给他们吃。但是禽兽就是禽兽，约瑟夫在孩子面前强迫伊丽莎白重演成人电影里面的情节，只要伊丽莎白有任何的反抗，他就会切断地下室的电源来惩罚他们，也会停止提供食物，迫使伊丽莎白臣服。1993年，由于孩子的数量增加，地下室的空间实在太小了，于是他就让伊丽莎白和孩子们用手挖土，又挖出了一个卧室，才有了2个卧室。地牢从35平方米也扩大到了55平方米。约瑟夫就这样，楼上一个家庭，楼下一个家庭，2个家庭都以他为中心，受他的控制，他享受着绝对的控制权。约瑟夫自己的生活倒是过得有声有色，他甚至还经常去度假，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如果约瑟夫在外面出现什么意外，等待伊丽莎白和他们的孩子的就只有被饿死。幸好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直到2008年的一天，由于地下室的环境恶劣，19岁的大女儿克斯汀突然生病昏倒。在伊丽莎白的苦苦哀求之下，约瑟夫才愿意把孩子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发现这个孩子浑身苍白，极其瘦弱，身患重病，而且没有任何的就诊记录。约瑟夫呢，还是照搬以前的那套说辞，说这孩子平白无故出现在他们的门口，是他们那个离家出走加入邪教的女儿扔给他们的外甥女。但之前都是扔下的婴儿，这次呢却是一个成年人被扔在门口，事情太过可疑，于是医院就报了警。这才让警方重新注意到了24年前伊丽莎白失踪的案件。警方就意识到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很快便对嫌疑人约瑟夫展开了调查。这个时候约瑟夫终于慌了，他觉得事情即将败露，他逼不得已就将伊丽莎白以及另外2个孩子从地下室里放了出来，
并对妻子谎称失踪的女儿决定回家了。而约瑟夫的说法漏洞百出。当他带着伊丽莎白再次出现在医院的时候，蹲守在那里的警察一举将他逮捕。当时约瑟夫73岁，伊丽莎白当时是42岁。24年不见天日的伊丽莎白身体瘦弱，颧骨突出，已经满头白发，皮肤呢也没有任何的光泽，只是病态的苍白。孩子也因为乱伦近亲所生，再加上长期不能自由活动，也无法接触大自然，患有免疫系统缺陷、维生素不足、贫血等疾病，甚至牙齿也开始脱落。当警察询问伊丽莎白事情经过的时候，一开始伊丽莎白什么都不愿意说，直到警察以带走她的孩子为要挟，并且警察向她保证她这辈子也不用再见约瑟夫，伊丽莎白才把这24年的经历全部说了出来。起初警察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是完全无法相信的。其实他们更相信约瑟夫之前所说的，觉得伊丽莎白已加入了邪教，脑子不正常了。直到他们亲眼看到了那个地牢时，他们才终于相信了这是个真实发生过的悲剧。这个案子一经报道，震惊了整个世界，甚至一度影响了奥地利的国家形象。约瑟夫在做精神方面测试的时候，他告诉医生自己天生就是统治女性，去主宰某人的，而且他控制主宰的手段就是通过性侵和强奸。约瑟夫本人虽然认罪了，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甚至举例说，他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带圣诞树给地牢的孩子们，在下雪的时候他也会抓一把雪给他们看。他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最终2009年3月19日这天，约瑟夫由于导致婴儿死亡、乱伦、囚禁以及强奸等罪名被判终身监禁，15年不得保释。这张他用文件夹挡住自己脸的照片非常的讽刺，他终于知道什么是羞耻了。约瑟夫入狱之后当地记者前往探访约瑟夫，提起了这件事，他仍然表示自己完全不后悔做出囚禁女儿的事情，还声称囚禁女儿是为了保护她。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相信这一说法。在约瑟夫被逮捕后，竟然收到了300多名女子的求爱信，表示相信和赞同他。而约瑟夫在得到肯定之后，甚至准备在监狱里面出一本回忆录，详细描述自己对女儿伊丽莎白做出的那些事情。约瑟夫之所以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受到母亲的虐待有关系。约瑟夫出生于1935年，从小他的母亲就非常讨厌他。小约瑟夫经常受到母亲的殴打和侮辱，他的母亲使约瑟夫从小就没有得到尊严。他长大之后突然意识到不能再任人宰割了，他不光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要掌握别人的。他将自己的母亲关到了一个房间里面，不让她外出，直到母亲去世为止。在事发前，大部分邻居还都认为约瑟夫性格不错，是位好爸爸，是一位居家好男人。而他之所以在7个子女当中唯独选择了伊丽莎白，是因为伊丽莎白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她的性格叛逆，不服从约瑟夫的管教，在约瑟夫的眼里成了他变态控制欲的威胁。于是他将伊丽莎白囚禁，进行了绝对的控制。案件爆发之后，囚禁伊丽莎白的地牢被政府浇灌混凝土摧毁，而伊丽莎白和她的孩子们在接受了医生的精神治疗之后，被安排了一个秘密村庄，改名换姓，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